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防长会上，七国防长也再度妄议台海议题。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关切当前台海局势，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份长达10页的联合声明中，俄乌、中东两大冲突是关注焦点，但其中仍然夹带私货，大谈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深圳卫视注意到，声明中提到中国的次数达13次，其中不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以及关切南海、东海、台海局势的内容。事实上，这是这期会议自1975年成立以来首次召开防长会。七国集团是一个由世界7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政府间政治论坛，创立之初有富人俱乐部之称。论坛也主要侧重讨论失业、通胀、能源危机等经济议题，每年定期召开财长会以及领导人峰会。不过，现在的这期会议越来越聚焦安全议题。在去年于日本广岛举行的峰会上，这些领导人们就聚焦俄乌冲突，并且大谈核议题。分析认为，随着这些整体经济影响力下降，这个论坛已经从协调经济发展到扮演控制室的角色，依靠捍卫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制约和塑造全球框架来发挥剩下的影响力。这确实是 G7最近2年的一种比较重大的一个转向，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趋势，可能包括了政治、文化和军事。国防部长的论坛升级为一个安全理事会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对世界今后的一个格局更加重大的影响。这期防长会议期间，日本新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也和美防长奥斯汀举行了会谈，这是日本政府换届后的首次。中谷元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了希望日美能够紧密合作，奥斯汀则强调了美方对日本坚定不移的防卫承诺，并且提到了美方的延伸威慑，其中包括向其盟友提供核保护。此外，根据日方发布的声明，双方还重申了所谓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日本石破茂政府于本月初正式上任，防卫大臣出身的石破茂曾多次谈及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美日防长在10月8号举行了首次电视会议。最新的这次防长会晤中，中谷元和奥斯汀还提到了要强化日美同盟在日本西南地区的核阻力和反应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强化西南岛屿作战力量建设是日本自卫队近期重要的发展方向。此举可填补驻日美军向第2岛链分散部署后的军力空白，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进而加速迈向军事大国。此前，日美在日本西南地区的军力部署呈现美主日从格局，驻日美军在冲绳拥有30处基地，配置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等兵力2万多人。但随着近年来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关岛转移，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日本也积极主张巩固日美同盟，多次鼓吹发挥所谓联合威慑力的论调。此外，美日两国在今年7月的外长防长2+2会议中确认，华盛顿将改组其驻日指挥部，被视作美日同盟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升级。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还计划建立新的永久性联合总部，预计于明年3月底建成。不过，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对于未来上台的总统将如何处理盟友关系，外界仍处于观望中。现在这个美日同盟，它已经是把这个安全态势和这个日本的这个国防工业，甚至说可以说它的军队的一些这个关键的通信协议等等方面的话，都已经全部绑定了。就算是特朗普上台的话，他要想改变这些的话，也很不容易。七国集团防长会议召开，联合声明中涉及了多个议题，那对此您有怎么观察？七国集团最初是为了解决贸易和金融问题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七国集团形成了一系列的财经合作的制度。在一段时间里扮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的机构，是全球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精英俱乐部。而随着美国与其他盟国的协商而走向集体霸权。即便如此呢，七国集团也没有被认为是军事政治集团。但这次七国集团的防长开会，似乎意味着七国集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七国集团的外长和首脑频频在外交、地缘政治议题上发声。七国集团从地缘经济、货币金融协调平台朝着外交与地缘战略的集团转型。俄乌冲突、中东战火让这个世界变得愈加的不安全。七国集团的多个成员国，事实上呢已经牵扯其中。意大利防长指出，七国集团要像牛虻一样遮醒世界。这个话呢本身就透露着七国集团扮演警察或者是看门人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呢，则反映出七国集团的傲慢。环顾全球，欧亚大陆的西端处于混乱之中，七国集团的多个大西洋国家其实已经深陷其中，怎么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警醒世界呢？亚太地区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势头，七国集团防长反倒关心亚太的局势，的确反映出比较浓的鸵鸟心态和戴着有色眼镜的看法。地缘冲突增多，并且出现了联动和共振的趋势，需要各国保持警惕。亚太国家更要防止欧洲和中东的冲突外溢，需要隔离于地缘政治冲突和矛盾之外，保持区域内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的势头和氛围。亚太地区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不仅造福了区域内的人民，也为当下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范例。不是遮醒世界，而是示范世界，这既是亚太国家的荣耀，更是使命。2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引发外界关注。这是他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对乌克兰的第4次访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2周时间，奥斯汀此访也被外界视为是在美国大选前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消息指，奥斯汀将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讨论加强对乌的军事援助。不过，这一次奥斯汀并没有带来新的军事援助，也没有允许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观察认为，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相对稀缺，是拜登拒绝乌克兰使用该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请求的原因之一。五角大楼官员此前表示，如果不动用为美军在中东和亚洲可能发生的冲突所储备的库存，他们根本无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导弹。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这个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呢，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特别是在这个目标的遴选上面，他还是要盯紧乌克兰，不能让他什么都打。因为如果说乌克兰使用一些这种美制的这个远程导弹攻击了俄罗斯的，比如核电站，比如重要的战略性的目标，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很可能会带来整个危机的升级，进而这个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损害。数月以来，乌克兰一直要求被授权使用西方援助的远程导弹纵深打击俄罗斯本土，这也是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的要点之一。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因担心引发战事升级而多次拒绝这一要求。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就在奥斯汀访问基辅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也对基辅展开访问，并宣布法国将在2025年初向乌克兰提供首批幻影2000战机，并培训相关飞行员。这是继 F-16之后，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援助的第2款现役第3代战机。幻影2000是由法国达索公司研发生产的一款性能较为出色的多用途战斗机，从1983年服役至今，仍是法国空军的主力机型之一，并有相当一批早期型的幻影2000C 退役后被法国空军封存备用。今年6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将于今年底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如今则推迟到了2025年第1季度。外界推测，推迟的主要原因是对幻影2000战机进行改进升级，以便提升其空战、对地攻击以及电子战能力。综合分析来看，法国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 5F 的可能性较大。从空战能力来看，幻影2000 5F 主要挂载和发射米卡系列空导弹，该型导弹的特点是同时拥有红外制导型和主动雷达制导型2种子型号，同时兼具中程拦射和近距格斗能力，配合幻影2000 5F 装备的 RDY 机械扫描脉冲多普勒雷达，可实现多目标攻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美国、丹麦以及荷兰提供给乌克兰空军的 F-16战机相比，幻影2000 5F 的高空高速性能更为出色，而且相比于乌克兰空军现有的苏24、米格29等苏制战机，幻影2000 5F 可以更为方便地改装投射西方援乌的空射巡航导弹和铁锤精确制导炸弹，进一步提升其攻击俄军地面目标的能力。但是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法国自己使用的这个幻影2000呢，也都是第一数量少，第二是也这个机体的寿命呢，其实也所剩的不多了。作为一款法制的战机呢，它显然会这个在很多具体零部件上具体的这种后勤的标准上，它可能还是和 F-16包括
乌克兰现有的这个苏制的战机的这种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大乌克兰的后勤还有保障的这个压力。